大家好，我是量化西红柿。今天我们再穿插一期视频主要就是演示这个付费程序的这个 VPS 的部署过程。因为之前有些朋友跟我反馈就是说虽然给了这个文档嘛，和原来有一个视频，但是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次的话，我就结合之前的视频，然后我将所有部署的命令封装成一个脚本那么整个过程你就只需要复制不超过10条命令吧，就可以完成这个部署了。就是说尽可能的简化这个部署的过程，然后我再把这个部署的过程再演示一遍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说一下这个 VPS 的选择。我这里给大家推荐2个 VPS 厂商第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的话它的性价比我觉得是比较高的它最低1年的话才$11左右。你像这个$11左右。我这边就是将几款 VPS 的价格和链接都帮大家挑好了你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点这个链接进去，然后就可以直接购买了。这个厂商的话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你看我刚才说了是吧，它这里的话最低是 11.29 嘛，是1核 CPU 1G 内存，硬盘是24G。然后越往下面配置越高是吧，然后价格越高，但是它的话就是它这个机房的话除了这个美国的最多吧，然后就是欧洲有2个国家，其他的话有个时候没有货就是说你想买都买不到。所以说这边的话就是如果是币安平台是吧，币安平台的话，因为币安平台它是明确不支持这个美国的 VPS 的你用美国的服务器，美国的 VPS 你是 API 你是连接不上的。所以说如果你要选这个厂商的话，那么如果又是币安平台，那你就只能选这一款选这一款的话，那它你看我们然后 OKX 平台的话是美国的机房，我测试过也是可以连得上的。也就是说如果是 OKX 平台，那么你可以选像这种便宜的是吧1核1G 24G， 然后美国的这个也都可以。如果是币安平台的话，那你就只能选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点进去看一下这个的话它就有这个法国的和这个爱尔兰的，法国和爱尔兰它是支持这个币安的这个链接进来之后你看它这里写的是 10.98 一年是吧，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要选什么呢，这个地点这里我们要选这是法国的，这是爱尔兰的。就是说如果是币安的话，你就只能选这2个比如说选这个爱尔兰的是吧，那么你要加$6左右，所以说它的价格就到了 16.97 一年，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操作系统这里操作系统这里的话我们选这个DBAN系统选这个DBAN 10系统也就是说这2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了这里一定要选这个非美国的，然后这里选DBAN 10系统因为我演示的话也是这个DBAN 10系统上面演示的这样的话它就是 $16.97 一年。然后这个网站，然后你就继续嘛是吧，继续的话我看一下check out， 然后你就去注册就行了因为我这边就不演示注册的过程了好吧。然后它支持的付款方式有这个 PayPal 的是吧，然后有银行卡的，还有最方便的就是它支持这个数字货币的这里还有支付宝，还有银联卡是吧，这是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我们是玩数字货币嘛，那么我觉得你可以用数字货币去支付那么这个注册的过程我就不演示了好吧，它这个都你没有什么要求的，你随便填都可以好吧。然后你如果说不知道怎么注册的话，你去网上去搜索一下好吧，这个应该你按照这个路填下来就行了好吧。这个就是第一个厂商的那么这个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嘛是吧，你看这个它都是10几美金一年。第二个厂商就是这个的话它也是一个比较老牌的，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厂商吧，但是它的性价比就没有这个高了啊。它这边的话，最低月付也要$5，那你放到这边来的话，是吧？它这里才11.29一年，这里的话你相当于要$60一年啊，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差了很多。但是它的机房的节点非常多啊，机房的节点非常多。为什么用这个呢？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啊，就是它支持的这个机房数量非常多。像比如说像这边是美国的是吧？然后这边欧洲的，这边亚洲的，它都有啊。它的机房到处都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的选择的余地就非常广泛。然后我这边给大家找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说介绍这个这个云服务器提供商他怎么注册的。你看这边它有非常详细的过程啊。因为我已经有了服务器了，所以说我没必要再去买了，是吧？而且我也不可能说把原来的服务器直接，因为我原来的服务器正在跑程序嘛，我不可能说把那些程序全都停了，然后把服务器重置来给大家演示，是吧？所以说这个过程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然后我就在网上给大家找了一些资料啊。你看像这个网站它就讲得非常详细啊，教你怎么一步步注册的。先是这样是注册，然后是验证邮箱地址，然后是充值，然后充值的话它是支持这个支付宝的啊，另外它也支持这个 PayPal 付款，还有这个数字货币。但是数字货币的话它好像需要就是你第一次必须用支付宝或者 PayPal 付款，然后之后第二次你才可以使用这个数字货币，好像是这样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你看它这里支持的机房非常多，比如说日本的、印度的、韩国的、新加坡的，然后这边就是欧洲的是吧？荷兰的、德国的、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然后这里的话，我不建议大家用美国的啊，因为像币安的话，币安是明确了是不支持美国的啊。就是说它的 API 你用美国的 VPS 去连，它是直接连不上的啊。然后 OKS 的话，它的官网也是把这个美国列入了受限地区，但是目前测试是好像是可以连得上的，但是以后能不能继续连得上，这个也是个未知数，是吧？所以说最保险的话就是说，你不要选美国的啊，你可以选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好像还有香港的这里好像没有列出来，是吧？或者你可以选欧洲的，比如说像那个荷兰的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说，第一个你不要去选美国的，第二个你去选这个优选亚洲的，其次选欧洲的，然后你去看它的受限地区，只要不在它的受限地区之内，那么都可以的啊。这样的话，我们的选择余地就非常广，就是说你可以买一台服务器拿来跑程序，是吧？你也可以买其他的服务器拿来做其他的事情啊，是吧？因为它支持的这个机房的地点非常多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啊，是吧？然后第二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选好这个地点之后，然后你在安装这个 VPS 的时候，它会让你选这个操作系统嘛，是吧？那么我建议大家优先选这个图上标的这个 D-BAN 系统啊。不管是 D-BAN 10还是 D-BAN 11都可以啊。因为这个，比如说像 CentOS 啊，还有这个Red Hat 啊，它比较适合企业用户。而我们个人用户的话，其实你选这个 D-BAN 系统或者乌邦图系统也都可以啊。Windows 系统就不需要选了啊，因为我们主要还是追求这个另一个系统的稳定性。那么这里我也是建议大家选这个 D-BAN 系统啊。个人用户的话，我觉得这个 D-BAN 系统反正我用起来我是觉得挺好用的。等一下我给大家演示，也是在这个 D-BAN 系统上演示的啊。那么版本的话，我给大家演示的是在10上面啊。那么11的话其实也差不多的啊，应该说它那个过程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这个资源配置是吧？首先就是说啊，你这个版本越高，那么你对资源的要求量也就越高，是吧？那么我们的服务器的话，我建议就是说你最少选512兆内存吧，
然后 CPU 的话，你选一个就足够了，那么选2个就更好了，是吧？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最基础的配置是512兆内存加一个 CPU，这样的配置基本上都能够支持我们的程序跑起来啊。因为内存如果再低的话，我感觉就是说，尤其是你如果跑币安和 OKS 2个交易所的代码你都去跑的话，那么低于512的话就比较吃力了啊。256我估计也够呛了啊，256跑一个我觉得都有点够呛啊，因为你可能还需要在上面装这个科学上网软件，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内存不能太小啊。然后这个就是系统的版本越高，对内存的消耗也越大，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选10或11都可以吧啊。然后后面的话，你看这个价格的话，它就是基本上$5左右啊，$5左右。然后你不要像这里它提示你了，说点这个 No Thanks 是吧？就是说，如果你不点这个的话，它可能会贵$1。反正就是说，你控制到最后的价格是什么呢？在$5左右。像这个啊，它是开启这个自动备份。这个我们不是做网站啊，不需要这个自动备份的，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关掉啊。因为你如果开启的话，它要多加$1，这样的话你就变成$6了，是吧？反正就是最后你要看这个账单啊，最后就是控制在$5，然后你点这个创建 VPS 就行了。这样的话，它就说 VPS 正在安装中，正在安装这个你选这个低半系统嘛，是吧？它就正在安装，然后安装完之后呢，它就会到这一步啊。到这一步之后呢，你主要确认一下，你看这个是低半11系统是吧？然后这个是你的地点，这个是日本的，然后这个是 IP 地址，然后这个是 SH 登录的这个账户和密码，你要把这些都记好。然后后面呢就是大家都去看一下就行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网页是吧？这个网页它已经把这个过程讲得非常详细了啊，所以说我这里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你自己去照着这个操作就行了啊。这个应该说不难的是吧啊？那么服务器弄好之后呢，我们就要选这个 SSH 的连接工具啊。那么我这里推荐大家用这个 Xshell 啊。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命令行的这个输入工具，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文件上传工具。因为我们最终要把我们的代码上传到这个服务器嘛，所以说这2个东西我们都需要啊。那么你直接点这个下载就行了。那么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啊，已经下载好了，它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先安装一下啊，先安装这个Xshell。这个安装是比较简单的啊。我这里是因为我这个电脑上装了防火墙啊，所以它这个对网络连接它有比较严格的控制，所以它会跳出来。你那个应该没有装防火墙，它不会跳这些东西的啊，你直接下一步安装就行了啊。这个很快的啊。刚刚那个是注册的啊，就是用一个邮箱地址就可以注册，我们不注册也可以用的啊。然后先把这个语言我们改成简体中文吧，这样的话就简体中文了啊。然后把这个也安装一下，这个是文件传输的，接收许可，默认路径就行了啊。也是做一些基本的设置啊。
那么有了这个 VPS 之后啊，然后也有了这个 SSH 的连接工具是吧？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就连接上这个 VPS 的服务器来开始做部署啊。首先是打开这个是吧？然后把你的那个服务器地址 IP 地址给填上去是吧？我这里就拿一个来演示啊。这是填你那个 VPS 服务器的地址啊。然后我们输入那个 root 的密码 root， 然后再输入那个密码。那么首先我们对这个服务器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初始化吧。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普通用户，因为这个 Linux 系统它是这样的啊，这个 root 用户它的权限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你什么操作都在这个 root 用户下操作的话，那就会有一点安全风险。如果说你这个密码泄露了是吧，或者说你的电脑这个服务器中病毒啦什么的，然后又是你是用这个 root 用户执行的啊，那它就会获取到这个 Linux 操作系统的最高权限，那基本上你的服务器就崩了啊，好吧？所以说我们这里一般我们都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啊，我们一般都是创建一个普通用户，然后我们来 adduse 啊，来创建一个普通用户啊，比如说就叫 trade 吧，就叫交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用户，好吧？我这边是把这个命令敲出来是吧？我到时候的话，我给到你文档的时候，你就直接复制进去就行了啊。然后我们来输入它的密码，这个密码你在输入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啊，你就直接敲键盘就行了，敲完之后你按回车就行了，然后再输一次密码，然后再按回车，然后这里你直接全部回车就行了，好吧？这个实际上它是让你填这个用户的一些信息，这里我们都不用填，直接回车，然后按 Y。再回车就行了，好吧？然后我们接着的就是把它加到，我也直接复制过来吧，不敲了，把它加到这个速度用户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普通用户登录，然后想执行一些操作，但是这个操作又涉及到这个root用户，那么我们可以在命令行之前加一个叫做速度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放在前面。这样的话，它会让你输入这个普通用户的密码，然后它会临时获取到这个root用户的权限，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权限就自动被撤销了。所以说这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操作。然后我们把它加进去啊，就这样就加进去了。加进去之后，然后我们来编辑它的一个这个速度的一个配置文件啊，粘贴进来。这个文件是空的是吧？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没有装那个速度这个命令啊，所以说我们先更新一下系统 apt update， 更新一下系统，然后我们来装一下这个包啊，然后直接用 apt install。速度，这样装完之后，我们再用刚才那个命令来打开那个文件，那里面就有内容了啊。然后我们在里面加修改那个文件就行了。这网上的速度好慢啊！然后按向上方向键。然后直接调出这个命令啊，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文本编辑命令啊，它就编辑这个文件。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 root 下面加一行，把它复制过来，然后按 Ctrl 加 O，Ctrl 加 O， 然后再回车。然后 Ctrl 加 X， 这样就完成了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现在我们就直接退出这个用户啊，然后我们重新登录，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刚才建的这个用户去登录啊。好，现在就是不是 root 用户了嘛，是吧？就是这个用户了啊。原来是 root 用户嘛，现在我们是这种普通用户的方式啊。然后你大部分操作都应该在这个普通用户的模式下去执行啊，这样的话能够最高程度的保证你的系统的安全。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文件给传上去啊，点这个新建文件传输。这个就是我们程序的所有的那个点进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要执行的脚本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主程序是吧？然后这是配置文件，这个上一集都讲过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文件给它上传上去啊。你看它这里就直接定位到刚后目录下面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文件夹下面了啊，直接这样把它拖过来。好，然后把这个关掉就行了啊。好，把那个也关掉了。哦，没关的在这里了。然后我们 ls-l， 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目录了是吧？我们 cd 这个啊进去。接下来我们是什么呢？执行这样两个命令啊，把它复制过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个脚本嘛，是吧？脚本的话，它目前这个加 x 就是给它赋一个可执行的权限啊，就是说这个脚本你必须要给它赋可执行权限，它才可以执行的啊，否则的话它只是个文件，没有办法执行的。然后接着我们就直接来运行这个脚本了。这个脚本就是什么？这个脚本就是安装和设置这个 Python 的。这个是安装这个 Tenable 那个包的是吧？这个上一次我讲过是吧？然后我们用sudo然后 sh， 然后这个脚本它就会去把这个 Python 给安装上啊。我们这样回车它，然后要输入这个，因为我们用了这个sudo嘛是吧？所以说这里它会提示你输入这个 tree 的这个用户的密码，就是你刚才设的这个密码。回车，然后它会开始去自动安装这个 Python 啊。这样的话就是你就不用一行一行去敲了是吧？我之前那个视频的话是一行一行命令去敲的是吧？带着大家弄的那个会比较慢啊。这样的话你直接执行这个脚本就行了啊，它就会直接安装上去。我这里是拿一台那个虚拟机来充当这个 VPS 给大家做演示的，然后它这个晚上的话，它这个速度比较慢啊。实际上你如果在那个 VPS 上，就是在你真实的 VPS 上操作的时候，它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基本上一下就过去了，好吧？那个速度都是几十兆的、上百兆的啊，不会这么慢的。然后在这里是吧？输入这个要安装的 Python 的版本号，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这里选择的版本号应该跟你本地的那个环境的版本号一致，也就是说你的程序是在哪个版本上编写的，那么你的 VPS 上安装的版本应该和你的本地要保持一致啊，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程序的兼容性。比如说我们这里就输入 3.10.16。然后按这个回车，这样它就会下载这个文件啊。然后解压这个文件，再然后它会去设置这个编译环境，因为这个是在 Linux 上面，这个 Python 是通过编译来安装的啊，它不像 Windows 那么简单啊，所以说这个编译的话，等一下还要花点时间。现在它就在编译安装这个 Python 了啊。这样就全部完成了啊，它
安装好了这个 Python， 并且创建了这个 Python 和这个 PIP 的软链接。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接输入这个 Python，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安装好的版本了啊，退出它。然后我们再来执行第二个脚本啊，第二个脚本就是安装这个 Talibor， 也是这样的啊，sudo sh， 然后就是这个脚本啊，然后回车，这里又输入一次密码，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是吧？你就实际上你就执行2个脚本就行了啊，它就把这个 Python 和这个 Talibor 全部安装上去了，然后我们再执行一条命令，它就会把那些包全部安装上去，这样的话就整个过程就非常简单了啊。它这个也是编译安装，所以也要花点时间啊。这样就装完了，然后我们再执行第3条命令。这一次我们就直接不用在前面加速度了啊，就是说这个安装这个包的环境的话，我们直接用普通用户来安装就行了，就 pip install， 然后-r-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要所有用到的包，这样直接回车它就会把所有的包都安装上去啊。来安装 ccxt， 这样的话它就把实际上我们刚刚执行了3个脚本是吧，它就把所有的运行环境全都安装好了，实际上现在就可以运行程序了啊。但如果说假如说啊你是在这个本地的 Windows 环境下面，就是说你不想部署到 VPS 上面，你只想在这个本地的 Windows 环境上面运行是吧，那么你就要去安装那个 Python 啊，还有 Windows 下面的这个 Talibor 啊，还有一些包的环境是吧。那么这个的话我原来在视频里也讲过的，比如说 Python 的安装在第1集的视频里面就讲过了，然后 Talibor 的话在 Windows 环境下怎么安装，我也在那个技术指标的那个第1集啊给大家讲过了啊。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安装的话，你就看一下这些视频就行了啊。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这个 Linux 上面的这个运行环境全都安装完了，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啊。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序啊，复制过来，你直接这样粘贴就行了啊。就 Python， 然后运行这个程序啊，是每分钟的第30秒执行。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正常输出啊？正常输出的话，那么就说明运行正常了。那么这种方式是这种非后台方式运行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终端关掉之后，它就会退出的。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程序，我们就这么运行啊。你看它输出出来了是吧？这个上一集我们讲过啊，就演示过这个程序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样的是吧？啊，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程序没问题是吧？我们按 Ctrl+C 给它中断啊，然后我们要正式运行它是吧？正式运行它就是把它放到后台运行啊，就是这样一条命令，复制过来。这样一条命令的意思就是说，把它放在后台运行。后台运行的模式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终端关了，或者说我退出这个服务器的连接啊，它依然是在这个后台运行的。然后这个就是说，把这个程序的这个输出全都保存到这个文件里面，也就是说，这些程序输出的这个日志是吧？它全都保存到这个里面去了啊。然后我们直接按回车。然后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程序它是不是在后台运行啊，我们要确认一下是吧？再按一个回车，然后把这2条命令给复制进来。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它进程号是吧？然后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实际刚刚运行的这个程序啊。那么这个是个，因为是我们运行这条命令的时候，通过管道查询的时候查询出来这个嘛，是吧？那就这个就是不算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了，就说明它在运行了。那就是运行这样一条命令啊，这样它输出1是吧？输出1的话就说明有一个程序在运行啊。如果是0的话，那就是没有运行，那就是没有运行起来啊。那我们要重新运行一下。如果是2的话，那就是说明有2个在运行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行，我们要通过这个 kill-9，然后加这个进程号，就可以把它给结束掉啊。然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它这个程序的输出是吧？那程序输出的话，你就用这条命令啊。那这样就可以看到它这个程序正在操作是吧？建加川成功完成。这个命令的话就是说查询这个文件里面的最后50行，就是倒序查这个文件里面最后的50行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它是实时输出的，你看等一下它到30秒它会执行，然后这个程序会这条命令查询这个文件它会实时更新，你看它也跟着更新了啊。就是说你想查看这个程序它运行的状态是吧？那你通过这条命令啊，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程序的运行日志。我们等它结束吧。减仓完成了啊，它下一轮就会清仓。所以说，这样的话，整个这个 Linux 部署起来就是挺简单的，是吧？就没那么复杂了啊。总的来讲的话，就是实际上最核心的几条命令就是那个给那个脚本增加那个执行权限，然后直接运行那3个脚本就行了。然后前面的话就是怎么去添加那个用户，是吧？反正这些命令我到时候都会放在文档里面一起给到你啊，然后你直接粘贴复制进去，一行一行执行就行了啊。只不过它在编译的过程当中，这个服务器它本身会花一点时间啊，它做到平仓了啊，做到平仓之后，它就这个程序就会退出的。然后我们按 Ctrl+C， 你看我们来再查一下啊，它应该是0了啊。是0了啊，就是这个程序没有运行了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 Linux 部署的过程。你付费购买之后是吧？我会把程序发给你，然后程序里面包含着所有的脚本，也包含这个这个部署的文档。然后 VPS 的选择的话，你就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那就是这两个厂商是吧？就随便你按你的要求来选择啊。那么这个的话，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你追求这个可扩展性比较强一点，就是说以后想扩展到其他机房什么，那你就是说就选这个啊。这个的话，它因为它支持的机房非常多啊。那好，那今天就是这一期视频的一个主要内容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到这个网页里面啊，去来购买这个程序，或者说在电报群里面联系我啊。那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